我已经不问你作为媒体人职责，我只问你有没有做人的资格。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媒体同行，大家都挑黄伟汉出来？因为你洗地洗得太夸张嘛！你蔡英文时期照我再装一下，你赖清德时期你完全没在装。然后我要再强调一遍，我相信黄伟汉没有拿好处，他不用拿好处，他就自动的靠到民进党中央处，帮民进党洗地带风向。这就是黄伟汉的同温层洗地术。老子非常清楚历史逻辑是什么。从19世纪拿破仑搞民法典以来，他长什么样子？哪怕他是个皇帝，他也是要过半授权。后来拿破仑3世，他侄子上台也是用授权的，也是要投票的。所以结论很简单嘛，赖清德绝对是个总统。但是赖清德是不是全民总统呢？绝对不是。他从去年到今年1月才第一次找了韩国瑜，而且找韩国瑜原因并不是因为他要倾听国会多数，而是要叫韩国瑜去美国，因为他去不了，想要大内宣。所以我们不能合理化特定族群对于赖清德的信仰，这是非常堕落而且邪恶的。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我要公开讲一下，好，当年发生酒驾的真的不是他，他有跟我交代啊，我这边公开的讲，所以大家不要再误会。但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没有说他酒驾，我觉得黄伟汉又在被害妄想发作。我在上篇文章我就说嘛，黄伟汉的一贯手法其实是先造谣别人造谣。好了，今天放过他啦，看到我面子上了，好不好，兄弟，可以吗？哈，因为黄伟汉这个人就是烂，他讲的话都不要信，他就是错的，我不会这样讲。同样的，你看我解析他这句，他有没有拿绿营好处，我不管；他有没有受指挥，我不管；他的观点有没有跟绿营一致，就是有嘛。对，公投绑大选会稀释掉公投的讨论，但实情是当年2018年10大公投案的讨论是全面盖板。那时候县市长的选举议题都还要靠边站那时候10大公投那几个案子杀得多热闹啊！你黄伟汉不知道吗？你黄伟汉没有经历过吗？你在装傻，你在骗。再来，公投绑大选，到底你是反对还是支持？你又玩了这个逻辑，我这边绕来绕去的，然后说啊，国民党的发言人误导，但是很明显的，你的论述，你就是在玩文字游戏。那很多政治人为什么会畏惧这些媒体人？就怕你参我一本嘛，怕你骂我嘛。说真的啦，每一个当政治人物的不是说脸皮都那么厚啦，他们看到什么新闻啊、政论节目啊，整天被骂到自己头上来，连资深的立委、资深的县市长，他们也会怕的。那这就是媒体第四权的存在意义啊，监督权力。可是呢，有一些媒体人把这个监督政治的权利变成了附和当权的权利，去攻击政敌或去绑架政治人物。所以确实，我在历史哥这边或者我在其他台，我都说了，维汉哥流量保证、王牌主持，这是他的价值。可是他的观点是否公正还是偏颇，这个我们也可以可受公平。我是就事论人，因为汉哥有一个非常高流量的段落被截下来，你看在 Trade 上面，光其中一个青鸟的这个截就35万浏览，已经确定我们的国家的领导人蔡英文前总统跟赖清德总统连续这样加起来3任，2016、2020、2024走的就是不要9·2共识的路线，甚至是抗中的路线，然后人民还投票给他，人民没有被他骗，人民就是觉得你就是不要跟中国大陆谈统一，但我把票投给你，然后赖清德总统拿40%，已经讲了1年了，我也讲过200次，赖清德拿40%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没有办法改变。可是因为他拿40%，你说他没有资格当总统，所以我要反对他的这个逻辑，你该反对他是合理的，但你说他没有资格当总统是不合理的，因为蒋万安也是40几%，好，柯文哲也是40几%，阿扁也是39%，他们都是总统，都是市长。第二个，就任何一个政治人物，他经过选举的程序得的票不够高，你就认为他没资格当这个首长，不管叫总统还是市长。那得票超过50%的时候，你有趴在地上说吾皇万岁吗？蔡英文前总统之前拿到817万票的时候，你有从此闭嘴4年都不批评他，或者是不表示反对意见吗？显然没有，好，就不用浪费时间了。你以为我会被一些某个特定族群或同温层每天用仇恨攻击，我就瑟瑟发抖哦。其实说白了，我刚刚就讲了，那个同温层再洗下去，蓝营可能连20%都不到了。那这个就是多数在霸凌少数嘛，对不对？我酸鸡有酸牙，对不对？你们蓝营就是没有办法赢总统嘛，对不对？所以青鸟才会很嗨啊。但是我反过来，那国会呢？国会是蓝白多数啊，对不对？那你们在那边憋屈说啊，这样不行啊，蓝白霸占国会啊。所以第一个，你自己就先用投票的多数去论及说啊，你们再洗下去，你们这些少数就是同温层，你们再洗下去，你们就是连20%都不到，那就是多数霸凌少数，而且其实你不是真正的多数。第二个，他的论述也是自打嘴巴，他一方面先说民间的任何一个老百姓都可以批判总统，可是你说批判赖清德，因为他只拿到40%的票，所以他没有资格当总统。当总统一定要过50%，过半的票才能够当总统。我请问这样子的老百姓，我不敢说完全没有，但是请问这样子用这种方式来批评赖清德的人有多少？应该是极少数中的极少数吧。我看就算是深蓝，我觉得应该都不会说啊，赖清德总统票数没有过半，他没资格当总统，他不应该上任，我现在上任应该是第二个下台。我相信连深蓝都不会这样骂。但是黄伟汉他这个人招就是他会先造谣别人造谣，他会先捏一个稻草人，可是他这边又自打嘴巴。
他后面说蔡英文拿到史上最高的817万票，对不对？那你就说，那蔡英文接下来4年你就对他歌功颂德。我请问黄伟汉，你这段话是在骂谁？你在骂自己吧？当然，正常的老百姓不会因为蔡英文拿到史上最高的800多万票，从此之后就4年他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对的，从来都不批评他。应该正常的选民都不会这样做。但是有一种人会这样做，就是洗地的狗腿仔，比如说呱吉，比如说伟汉。你就看嘛，你这句话在骂谁？赖清德，他只拿了40%，他有资格当总统，虽然是少数，他只是做得好做得烂的差别。可是你黄伟汉是不是从赖清德上任之后就对赖清德歌功颂德，你就跪下去了嘛，对不对？蔡英文当年你可能没有跪，好，800多万票你没跪，那为什么赖清德你跪了？然后你说这些批评你的，我不会因为这些蓝营的同温层在那边散布仇恨、那攻击我就会瑟瑟发抖哦。你想得美，我才不会这样子。那我请问，第一个，你黄伟汉隔空封锁多少人？不要说我直接到你那边打脸，你批评你，所有网友都知道，黄伟汉已经封我几百几千个。你在别的粉专留言，甚至是按赞骂批评黄伟汉的，你自己没有批评，你都会被他一个一个找名单出来封锁。真的假的？会，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呢，我成立了一个我被黄伟汉封锁了的脸书社团。那我当天成立就快500个加入，一堆人就来贴黄伟汉洗地的这个记录啊，而且很多人都说他自己根本就没有批评黄伟汉，所以你黄伟汉就是一个同温层最大的塑造者。你整天窝在同温层里面，然后你反过来骂说批评你的人都是窝在同温层里面，你又在自打脸脸，你又在造谣人家造谣了。2018年黄伟汉的文2018是不能上大陆节目你还是不能批评民进党。2018年9月25号，点开我的连结之后，看到该脸书粉丝团痛骂伟汉背叛台湾，还有留言串言之凿凿，常看他上解放军的凤凰台啊，但我从来根本没有上过凤凰台，这也算假新闻吧？问题是影片中的论点是对民进党执政缺点的批评，跟我在台湾其他节目讲的是一样。这些网友之前为什么不生气呢？如果看到上大陆节目何必如此生气呢？因为上大陆节目这是不行，到大陆赚钱就是不行，拿居住证就是不行，去大陆念书做生意就是不行，然后更归来的这些不行还得看人再决定行不行。有的人去大陆可以哦，有的人其实没去大陆，在台湾录个节目或写篇文章一样不行。为什么2018年的黄伟汉他敢骂民进党，甚至敢去上大陆的节目？为什么？因为2018年民进党大逆风啊，所以他这种永远的当权派，他当然要跟随着风向一起去踩民进党一脚。但我觉得啦，为什么我们之前一直说黄伟汉这个人也很可怜？我们都相信黄伟汉没有拿民进党的好处，没有直接拿民进党的好处，他就自动自的靠过去民进党的中央厨房帮民进党洗地。可是为什么他得不到重用？我考你一个记忆题。好，来说，请问2018年，我刚刚说民进党大逆风，黄伟汉敢批评民进党，敢去上大陆的节目。请问2018年的行政院长是谁？2018是赖清德。哦，哇，你黄伟汉2018年批评施政。你在批评谁啊？所以为什么2025年的黄伟汉要这么的贵、这么的甜、这么的喜呢？可是为什么得不到重用呢？为什么？为什么？告诉我 ，Tell me why。回答我 ！Look in my eyes. Tell me. 那简单来讲，我觉得是这样啊。投票的原则是什么？投票原则是授权，所以其实我们在进行很多投票的时候，都是在追求一个授权的过程。而这个逻辑什么时候产生的？这个逻辑就是在拿破仑搞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他是法国大革命的最终收割者。他得到了一个什么叫做法兰西人的皇帝，从人类历史上根本翻转了一件事。即君权非来自神授，也非来自天授，也非来自命运，也非来自他自己，是来自于谁？来自于人民。这就是拿破仑民法典最基础的逻辑，权力是来自于人民，国家是由人民组成。懂了这一点之后，台湾的授权的制度本身有 bug。为什么很多国家要2轮投票制？因为它要确保这个授权是过半人民，超过一半非常重要。法国是经典例子嘛。那美国因为它永远是2党制，所以它就自动过半啊，这个没有办法。所以大部分国家呢，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啊，就是希望有多数阻隔。所以日本即便自民党长期投票率得票率很低，因为日本国会投票率就3成多，然后自民党就3成多了3成多，很低，可是他还是要找一些友党，然后把它组成一半。现在的石破茂是特殊了，韩国也是过半的，对，台湾是很特殊的，台湾是可以容许萨卡都，而且
25年内发生了2次萨卡都，然后都是40%总统上来。所以呢，赖清德是不是应该要尊称他总统？我跟你讲，100%是，因为我们的宪政制度就设计这样。可是赖清德作为这个总统，是他大还是过半民意的国会大？显而易见的嘛。拿破仑时代就告诉你了，拿破仑这套制度后来呢，其实美国更早啦，但是因为美国大家了解，美国的全民普选没有那么快，那美国早期是庄园主制的。好 ，anyway， 简单来讲，总结这套制度玩那么久了，为什么大家说我可以尊你？像我会叫赖清德总统，虽然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民进党执政的中华民国，赖清德执政的中华民国不是我的中华民国，不是我的台湾，我慢慢有这种感觉。但是在推到极限之前，我还是可以尊称他一声总统。可是赖清德总统有何尝遵守过民主的最基本原则吗？就是韩国瑜那句废话：票多的赢，票少的输。这句看起来是废话，但他这句话是铁话，因为从来没人想到说民进党可以票少的还想赢。对。编的，所以赖清德今天40%是总统没错，但他不是过半总统，他不是过半民意授权的总统，他不是人民的总统，他充其量是民进党的总统。对，所以对他来讲，要怎么做人民的总统？寻找一个更大的民意来妥协，他就会变全民的总统。所以在过半情况下，你就要尊重国会，以国会为主，这个才是所谓的民选授权原则。作为洗地哥，我告诉你，过半授权它才是有合法、合理、正当性。为什么中国大陆要玩人大代表？很简单，他的人大代表为什么一定要授权通过？为什么习近平再怎么样还要全到人民大会去？因为他在告诉大家，我一个乡村一个乡村一个乡村找出的人大代表，这些人大代表带到中央选举出来的中国国家主席，他是通过我的集体授权的。所以全世界都在玩一样的逻辑，即便他有被人家称为一党专政、独裁或什么，新加坡也是一样，他没有什么民主可言，但他还是要玩竭力龙源，哪怕他改选制，他也要用竭力龙源，就是把选举变得很变形，然后对他有利，哪怕这样玩，他也是要授权。普丁一天到晚把他的政敌都抓走，关起来，可是他还是要投票啊，他还是要大家授权。独裁者甚且如此啊，更何况你号称民主进步党，你一个48总统，你写要白杀啊！你为什么不去听国会过半民意？结果现在把国会过半民意给打翻，这就是原则。